印度又开始甩锅给中国了，天价购买日本的130吨变压器，结果却把自己当地的古董大桥给砸成了废墟。眼见事态严重，他们果断甩锅给中国，要求我们进行赔偿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2022年4月，印度斥巨资购买了一个变压器，其价格是市场价的3倍之多。可即便如此，达成交易后的印度仍是喜出望外，因为他们坚信日本制造的变压器将会大大改善印度当地的发电情况。虽然印度近些年来取得了不小的发展成果，但在电力技术上还是有所欠缺，民众偷电的情况更是成为了国际名片一样贴在他们的脑门上。所以为了改善发电站情况，印度才不惜花天价来购买变压器。在订单完成之后，如何运输这个重达130吨的庞然大物成了一个难题。对此，日本方面提出可以免费帮助印度运输回国。于是，在日本的安排下，变压器被漂洋过海地运送到了印度本土上，并装载上了大货车，开始向印度北方邦运输。那么，运输途中的变压器又怎么会压毁大桥呢？印度购买天价变压器，结果却把古董大桥给压塌了。印度的运输大货车将变压器运送上路后，径直朝着目的地的地方向前进。可令人奇怪的是运输如此重要的物品，就连一辆护送车都没有，这在其他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按常理来说，如此大的物件在运输过程中理应要向交通部门报备，并请求护送车辆。可在印度，这些步骤全部被省略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更奇葩的事情。货车司机可能是不知道这个物品的价值，于是为了赶时间接下一单，直接选择超近道，从民间小路上疯狂疾驰，在经过一座大桥的时候，桥梁轰然倒塌，车身以及变压器都掉落在了桥底，埋在了废墟里，而货车司机也因为受伤被送进了医院。此事一出，直接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因为这座桥是上世纪英国殖民者所建，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。附近的居民们常常以这座桥为傲，认为其会一直陪伴附近的居民们。而当地政府官员还曾想过破坏桥梁，好让上面拨款，可最后也拿他没办法。如今这事儿一出，大桥尽毁，村民们马上开始对政府口诛笔伐，而当地政府也是非常高兴，马上派来了救援人员进行修复。那么这件事情将会如何收场？这座桥又怎么样了呢？印度寻找罪魁祸首，最后竟找到了中国。古董桥被压塌之后，印度政府很快就组织了救援人员前来修复，可修复速度实在是令人发指，直到1个月后才在旁边修好了一座临时桥梁，而变压器也只能躺在废墟当中，救援速度慢得让人瞠目结舌。后来终于开始搬运变压器，印度政府竟没有选择使用吊车，而是选择使用滚木的方式来滚动变压器，速度也可想而知，简直是愚公移山。与此同时，印度在仔细研究变压器之后，发现其竟然是中国制造的，日本不过是在中间赚了个差价。于是意识到自己被日本人耍了的印度，非但没有问责日本，反而突然谴责起了中国，认为是中国制造不过关，才导致了古董大桥的坍塌，并要求中国进行赔偿。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，我们自然也是懒得回应，况且印度这样无理取闹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